最近2年，只要留心觀察，就會發現一個微妙卻不斷擴大的現象：中國的大城市裡，印度人的身影正在以一種近乎肉眼可見的速度增加。起初只是偶爾在地鐵上看到有人用手抓飯，咖喱味在封閉車廂裡擴散得毫不含蓄。後來在商場、景點、機場、超市，處處都能碰見新面孔，講話聲音大，動作明顯，存在感強烈，讓人一度誤以為是哪一批大型旅行團突然擴大。但數據告訴所有人，這不是旅遊熱，而是一股穩穩推進、量級驚人的人口遷移潮。官方數字顯示，印度人在2025年第一季度入境中國的數量同比暴增超過3倍，而移民與簽證諮詢機構的接待量也直線上升，其中印度申請者排名長期靠前。甚至一部分人不是來玩，而是專門尋找工作機會、落腳方式、常住途徑。這一切並不是孤立現象，而是全球多國在經歷印度遷移潮衝擊後的新走向。當北美與歐洲陸續縮緊移民口徑，當加拿大從熱情接納到急剎車，當美國的工簽成本被抬高到普通工程師望塵莫及，印度年輕人口龐大、就業壓力巨大的現實並不會因為門口被關上而消失。於是這股潮水開始尋找新的出口，而中國剛好處在一個經濟、治安、教育資源與現代化程度皆優於南亞，又為完全封死移民窗口的位置上，於是成為新的目的地。一旦這樣的遷移速度啟動，很快就能在街頭留下痕跡。許多城市裡陸續出現一些讓人皺眉卻無法忽視的畫面：有人在地鐵上直接吃帶汁的咖喱飯，手抓、甩油、掉渣；有人在公園裡席地而坐，完全不在意行人目光；還有部分短期入境者住進廉價旅館，晚上在大堂睡覺、洗腳、吵鬧，大堂變成了臨時的公共生活區。起初大家只覺得不文明，以為過陣子就會減少，但等到寫字樓裡被查出幾十家空殼公司後，事情的嚴重性才真正浮上台面。這些公司沒有業務，只負責幫助申請簽證續期，讓持旅遊簽來的人可以迅速找個理由延長逗留，然後再借由工作簽、家庭團聚等方式把身份一步步固定下來。而身份固定之後，下一步往往就是把配偶、孩子甚至親戚陸續帶進來。很多地方都發生過類似的事情，一個人進來，半年後變3個人，1年後變5、6個，幾年後形成一個小型社群，再慢慢變成飞地。在北美，這種過程非常典型。以加拿大為例，人口僅4000萬，但印度裔已突破1/5大城市地帶，某些區域甚至在10年內完成族群結構大洗牌，原本的社區文化、商業生態、語言環境，隨着大量移民的集中聚居被迅速改寫。大量媒體報道，當地出現過海灘被當成恆河，街頭隨意排泄，宗教遊行癱瘓交通，公共服務被巨大需求壓垮的案例，甚至讓當地政府不得不提高拒簽率，調降留學生數量，試圖把失控的局面拉回來。同樣的模式也出現在職場。印度移民最擅長的一件事就是抱團競爭。在北美的大型科技公司，內部晋升鏈條裡經常出現一種現象：某個部門一旦有印度裔當主管，團隊裡印度籍員工的比例就會快速提升，招聘優先同鄉，提拔優先同鄉，推薦優先同鄉。本來是全球人才競爭，最後變成族群小圈子分地盤。不是对方能力不好，而是他们確實比多數亞洲人才更懂得在會議裡爭空間，更敢爭資源，更擅長推銷自己，也更願意壓低薪資換位置。結果是白人失去崗位，華人被擠壓發展，而公司管理階層在幾年內被一個族群佔據。這不是理論，是美國硅谷近10年的現實。相關統計明確顯示，硅谷科技人才中印度裔佔比約23%，在部分企業內部甚至遠高於此。這樣的職場生態變化，一旦進入任何國家，速度往往都非常快，也很難逆轉。回到中國，有些城市的科技園區與外貿產業帶已經可以看到類似苗頭。印度工程師數量增加，簡歷投遞量暴漲，許多人願意用低薪換機會，
而且語言能力不錯，性格外向，在多國團隊中抗壓表現不差，對企業而言很方便，很好用，但對本土年輕人而言，競爭壓力直接翻倍。這還只是職場的表層，更深的是產業層面的風險。像深圳華強北就曾出現過某些印度背景的公司系統性買斷設備、拆解、複製，再把技術帶回去，推出低價替代品，搶佔第三世界市場，等於直接吃掉原本由中國廠商佔據的利潤空間。而這種技術逆向加價格戰的方式，在印度電信、消費電子、軟件服務產業中並不陌生。換句話說，一旦遷移規模足夠大，不只是生活圈，不是文化衝突問題，而是更深層次的產業供應鏈有沒有被滲透，技術會不會外流，低薪人才會不會打壓整體工資，本土年輕人的發展空間是否被縮小。更要命的是，一部分遷移行為並不遵守當地規則。深圳邊檢曾公布，印度非法滯留人數同比增長近50%，很多人是旅遊簽證到期仍不离境，且在被詢問原因時，回答往往非常直接：城市環境好，工作薪資高，治安穩定，生活自由，女生友善，想繼續待下去。這些理由聽起來直白，卻揭示一個現實：在印度內部，教育體系極端內卷，貧富差距懸殊，女性安全難以保障，公共資源緊繃。只要出現一個生活明顯更舒適、社會秩序更有保障的國家，自然會成為大量年輕人爭相湧向的方向。而一旦某個國家提供了足夠的缺口，配套不足的制度漏洞，沒有任何移民潮會自動收手。所以，看似只是地鐵的一盒手抓飯，街角的一陣吵鬧，幾個旅館大廳的席地而睡，其實背後連着一個國家3000多萬的僑民網絡，連着北美關閉窗口後的外溢人潮，連着新興市場與舊世界競合下的人力重組。問題並不是印度人變多了，真正的關鍵是，如果這股潮繼續擴大，中國會不會成為下一個加拿大？如果空殼公司繼續橫行，如果簽證制度缺乏限制，如果家庭團聚成為漏洞，如果職場沒有公平競爭機制，如果本土社會的治理強度不足以應付大規模遷移，那麼任何國家，不論在現代、在安定，都會面臨同樣的考驗。眼前的所有跡象都只是序章。真正讓許多觀察者開始警覺的，不是那些零星的文化衝突，而是一些被媒體輕描淡寫帶過的細節。一個持旅遊簽證入境的年輕印度男子，只花了2週時間，就通過某個顧問公司成功辦到長期居留。另一個剛畢業的學生，明明沒有找到工作，卻能憑着一份公司開具的勞動合同順利續簽。再往深一點看，有機構甚至公開提供空殼公司掛靠虛擬僱傭證明家庭團聚流程指導，價格透明，流程標準化，讓人懷疑這根本不是個人行為，而是一條成熟高效、能不斷複製的灰色產業鏈。這種模式在北美已經上演過一次，而這裡似乎正在經歷複製版。許多人也開始好奇，為什麼這種遷移鏈條對印度人特別有效？原因很簡單，人數基數大，家庭觀念強，信息流通快，族群抱團力強，只要一個人踩對方法，站穩腳跟，下一步就是按家族、按親戚、按同鄉組織擴散。在加拿大，一個印度留學生只要熬過簽證限制，立刻能把父母、兄弟姐妹接來，幾乎每個家庭都是以倍數擴張。中國目前的法規比加拿大嚴格許多，但如果灰色操作空間存在，那麼擴散模式一樣會發生，只是速度快慢的問題。在我們進一步探索之前，我們有一個激動人心的消息要告訴大家，我們已經開通會員功能了。現在您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大家庭，享受會員專屬影片和更多獨家內容。別忘了關注才知道，並點擊小鈴鐺，我們將繼續揭示更多關於金錢的真相，祝你迅速實現財務自由。更現實的是，文化定位差異的衝突正在城市中悄悄放大。很多本地居民第一次感到不舒服，不是因為看到別人用手抓飯，而是因為某些公共空間的秩序被打破。有人在商場大廳直接睡覺，有人在地鐵站台席地摊開餐點，
有人當眾直播，與地鐵廣播比誰聲音大，甚至有些人對地鐵安檢員、保全、旅館服務人員發脾氣，只因為在家鄉這樣沒問題。這些行為本質上不是惡意，而是文化習慣在相對規範、節奏快速的城市環境中發生了摩擦。很多人會說，文化衝突哪裡都有，但真正的問題是數量。當人數少的時候，所有失序都是小插曲；當人數多到改變某些區域的生活方式，原本的文化就會受到擠壓。最經典的例子發生在溫哥華，一個社區的語言在短短10年內從英語變成印地語、旁遮普語，原本的居民逐漸搬離，房價、治安、飲食、商業都被重新塑造。當地的白人居民曾說過一句話：我們不是排斥多元，而是被迫成了少數。這種情緒並不陌生，任何國家面對類似遷移浪潮都可能出现，只是有些國家來得早，有些國家來得晚，而中国目前顯然正處在中段開始、前兆出現的階段。街頭的變化只是最淺層，真正深的是勞動力市場結構的變化。在一些技術崗位上，印度求職者的簡歷數量成倍數上漲，他們願意接受更低的薪水、更長的工時，而且英文能力普遍較好，加上内建的社交優勢，很容易在跨国团隊中占到主動權。相較之下，中國工程師傾向於沉穩、內斂，不搶話，不強調功勞，但在某些外資企業的內部文化裡，這種性格反而更吃虧。如果趨勢繼續擴大，那麼未來的場景可能是，在一些城市的 IT 產業鏈前端，辦公室裡的印度工程師越來越多，而本地年輕人正在被迫面臨工資下調競爭。這種壓力不是虛構，而是北美科技圈過去15年的現實寫照。很多華人工程師在硅谷、在西雅圖、在多倫多都說過類似的話：不是印度人太強，而是我們不搶、不吼、不推銷、不抱團。這一點一旦遷移潮移到中國，同樣會重演。而在產業端，風險則更具結構性。例如，深圳華強北曾出現過印度背景團隊大量購買國產設備，然後拆解、分析，再在海外市場推出低價替代品，專業程度不輸正規廠商，速度還比正規研發快。對某些產業來說，這不是人才的流入，而是供應鏈的洩漏。城市的變化、職場的變化、產業的變化，看似是不同的問題，其實都被同一條線串着。制度能不能承受大規模人口遷移，這才是真正關鍵。很多人以為人口多一點沒什麼，但任何一個國家的制度，只要讓一批外來人口能在短時間裡找到鑽洞方式，那麼系統就會變形。這不是針對任何國家的民族，而是制度承壓的客觀規律。例如，如果旅遊簽證能重複延期，那就會變成長居簽；如果空殼公司能掛靠，那就會變成長期停留入口；如果工作簽證缺乏審查，那就會變成規模化遷移的助推器；如果跨國婚姻審查不足，那就會變成家族化擴散。所有問題都不是從10萬人開始，而是從幾百人加漏洞加網絡分享開始。就像一杯水從滲出一滴開始，看似無害，但只要沒補洞，一夜之間就會把整張桌子浸濕。觀察中國現階段的情況，很像處在水缸滴下來的階段，數量還不算大，規模可控，影響分散，但各種苗頭已經出現，傳播速度在變快，成本在降低，管道在複製，而全球範圍內的大潮正在外溢。只要某個入口不夠謹慎，這股力量就會迅速湧入，並在短短幾年內改變一個產業甚至一個城市的結構。很多國家都以為自己能撐住這一關，結果撐着撐着就成了後來人口最多的印度移民目的地。現在的中國正在走向那條門檻，但還沒跨過去。關鍵是接下來做什麼？若繼續放任一些灰色產業鏈運作，3年後中國的移民結構將完全不同。若繼續允許空殼公司形式存在，5年後一些城市將開始出現印度飛地；若允許工作簽證被濫用，10年後若干行業的主管層將發生肉眼可見的族群轉換。
趨勢的方向從來不會自己回頭，只會越來越明確。至於那些現在還只是地鐵上的手抓飯、旅館裡的席地大睡，如果遷移規模持續增長，這些只是虛張。真正的問題是中國有沒有準備好進入全球遷移版圖的中心？當所有跡象加在一起時，很難再把這件事當成幾位路人的插曲，也不能繼續用文化差異輕描淡寫。真正的核心其實是一個國家在進入全球人才與人口流動中心時必須回答的4個問題：要不要接？接誰？接多少？怎麼接？世界上没有任何城市在面對大規模遷移時還能繼續維持原本節奏，不論是溫哥華的海灘、日本的宿舍、澳大利亞的加油站，還是美國硅谷的管理層，只要人口流入速度超過制度調整速度，衝擊就不會是線性的，而會是成倍數的堆疊。現在的中國很明顯正處在這個臨界點上，還沒被捲入失控的一端，但已經被擠到不得不正視的門口。一方面，它擁有對外來人口極具吸引力的條件：穩定、安全、現代化、機會多，基礎建設領先南亞一大截。而在全球經濟不確定的當下，這些優勢被進一步放大，讓許多人把這裡視為改變命運的入口。另一方面，它的制度對外來人口的長期停留並沒有完全關閉，只要有一些灰色空間存在，就一定會被探索、被複製、被分享，最後變成大量湧入的路徑。印度這股遷移潮之所以在世界各地迅速壯大，就是因為他們把移民當成國家戰略，把外流當成經濟模式，把海外社群當成延伸的国力。3542萬僑民不是巧合，是體系；抱團不是文化習慣，是生存方式；擴散不是個人夢想，是結構動力。任何被他們納入地圖的地方，都會在數年之後看到自己社會結構的變化。問題不是會不會發生，而是什麼時候發生。而中國的特別之處就在這裡，它不像北美那樣把門打開到失控，也不像歐洲那樣完全無力關上，更不像日本那樣極端排外。它處在一個人口規模巨大、產業鏈發達、社會秩序穩定的地帶，只要制度稍稍放鬆一點，就能吸引到成千上萬的人長期停留。現在的挑戰不是如何阻止某一個族群，而是如何讓制度本身不被任何族群輕易牽着走。一個國家真正的開放，應該建立在可控的基礎上，而不是失控的善意。如果沒有對簽證制度的嚴格把關，沒有对空殼公司的徹底清理，沒有對職場公平的明確規定，沒有對家庭團聚的審查機制，沒有對產業鏈外泄的防護，那麼無論是誰進來，都會在短短幾年內把整個生態推向新的形狀。世界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加拿大。他們以為自己在做一個歡迎世界的決定，結果10年之後，發現自己已經無法決定城市的人口構成，無法決定學校的語言環境，無法決定醫療資源的分配，甚至無法決定社區的文化主軸。那不是仇外，是一個國家試圖找回被遷移浪潮沖走的主導權。而現在的中國還有機會在這個節點上決定自己的未來，不是排斥，而是選擇；不是粗暴，而是清晰；不是關門，而是掌握節奏。最理想的狀態，從來不是誰都能來，也不是誰都不准來，而是讓每一個想進入的人都知道，這裡歡迎人才，但不歡迎投機；歡迎貢獻，但不歡迎壓縮包式的擴散；歡迎合作，但不歡迎複製、模仿、擠壓與侵蝕；歡迎新鮮血液，但不會讓規則被改變。一個國家若想在全球競爭中保持穩定，關鍵從來不是人口多寡，而是制度有沒有底線，有沒有牙齒，有沒有能力讓所有人遵守同一套秩序。印度遷移潮正在全球流動，而中國站在這條巨流的必經之路上。未來10年會發生什麼，完全取決於現在的選擇：是讓城市繼續保持它的秩序、節奏與尊嚴，還是一步步被擠出主導權？這一題不會由任何外來者決定，而會由制度自己回答。趨勢已經出現，但方向仍在可控範圍內。最終要問的不是他們會怎樣，而是這個國家想成為什麼樣子。
有些國家被潮水捲走，是因為來不及反應；有些國家被潮水吞沒，是因為太相信善意；還有些國家挺得住，是因為他們在潮水來臨之前就已經把堤壩建好。現在的中国正站在決定堤壩高度的時間點上，潮水已經在路上，關鍵是要等潮水拍上來才補洞，還是現在就把水往外引？這也是未來幾十年最重要的一道分水嶺。